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与 MC 中的物品箱有关。本期是玩家与老六的双人生存。由于前面几期老六考试没考好，在家享受了几天父爱，所以今天才有空和玩家玩生存。玩家被老六邀请到了一个服务器中，可以看到老六已经趁玩家没来之前搭建好了住所，并且储存了满满一大箱子的生猪排。玩家很不解，老六是怎么能搞到这么多猪排的？随即老六也向玩家说明了这些猪排的由来。老六刚进入服务器时，发现房主并不在，但是随后他发现了房主圈养了许多猪，于是老六灵机一动，全都送他们嗝屁了。但愿房主不会在今天加入服务器，要不然自己可就惨了。玩家觉得老六的行为非常的不对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了老六一顿。不过很快玩家也逃不过真相定律。好了，请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，给视频长按点赞，给个推荐吧。咱们故事正式开始。两人一番闲扯后，老六表示自己要出去收集木材了，还缺少一点木材。玩家则是负责看家。玩家再次走进了木屋，打开了存有猪排的箱子。他总感觉老六这种行为特别不好，并且以玩家的第六感，他总感觉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。玩家将背包里的物品存起来后，又来到了木屋外，漫无目的的闲逛。逛着逛着，朋友老六说话了。老六说他又发现了一座住所，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按钮。按动后，他发现了一处秘密房间，里面的物品箱有大量的羊毛、木材和装备。老六认为这个房主真搞笑，还弄个秘密房间把物资藏起来，这不还是被自己找到了？玩家觉得拿别人辛辛苦苦攒的东西是不对的，他劝老六别动那些物资了，但老六偏不听劝。很快他便带着丰厚的物资装备回来了，并且当着玩家的面扔给了他一个盾牌和铁剑。玩家瞬间又真相定律了，毕竟现成的东西要比慢慢去收集制作来得快多了。给完玩家装备后，老六决定再次返回去拿剩下的物资，因为自己的仓库储存有限，一次性拿不完，自己还没有武器和护甲呢。说完，老六就又离开了。此时游戏又下起了大雨，玩家一个人睡觉也度过不了黑夜，于是他只好在附近刷怪。没过多久后，老六回来了，但是他回来后发现物品箱里面的猪排少了。玩家得知消息后赶快回到了木屋，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动那些猪排，他以自己的人格做担保。待玩家打开箱子，确实少了几组猪排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既然不是老六与玩家干的，那肯定是服务器有其他玩家。但是老六查看服务器在线列表，目前就他与玩家2个人，并没有其他人啊！莫非是有人隐藏了自己的在线状态？游戏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了起来，两人待在木屋内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完全没有了睡觉的心思。这时，玩家又离开木屋，观察了一下屋外的情况。随即，老六再次发出了消息：猪排全都没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离谱了吧！就一眨眼的功夫，怎么就全没了？前方高能预警，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"哇真牛"，激活弹幕护体。老六又开始怀疑玩家了，玩家拼命的解释，但老六似乎并不相信。眼看着两人就要闹崩了，果然，玩家透过老六的眉梢看到了些许杀意，他只能本能的远离老六。这不跑不要紧，一跑让老六更加坚定就是玩家干的。他让玩家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这是他最后一次跟玩家玩游戏，一会儿他就会退出游戏。玩家很难过，因为他被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误解，他一个人悲伤地走在树林中。就在这时，消息框再次传来了老六的消息，他让玩家赶快回去。玩家意识到情况的紧急，他马不停蹄地朝着木屋跑去。刚临近木屋，系统便提示老六嗝屁了。至于是怎么嗝屁的，请屏幕前的英语学霸自行去翻译一下吧。难道木屋还有其他人？玩家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朝着屋内走去。进来后，他发现了这个长物品箱好像变了样子。第一眼给玩家的感觉，这个箱子像是长了眼睛。玩家下意识地打开了箱子，结果自己就开心的嗝屁了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